蓝湛轻轻拍了拍他的臀，低头看他，怎的又开始胡说了？被拍了屁股，魏婴一时十分羞耻，稍稍偏了头，委委屈屈的小声道：“学长不喜欢我就不说了。”蓝湛看着魏婴有些不好意思的神色，低头亲了亲魏婴的额头：“喜欢的，你怎样都好。”魏婴本是给2分阳光就灿烂的人，听了这话，又恢复了高高兴兴的样子。到了主卧门口，蓝湛有些犹豫，开口问魏婴：“魏婴，你可愿和我睡一间房间？”魏婴看着他眨了眨眼，没有说话。见魏婴不回答，蓝湛有些失望：“你若不愿也有客房，我去帮你收拾。”魏婴闻言却傲娇道：“我是客吗？你要让我睡客房？”蓝湛一愣，一时不知道自家小学弟的意思。魏婴见自家英明神武的学长还没反应过来，不禁气馁地叹气道：“我都让学长抱我上来了，学长这么正人君子做什么？再说我们大学时都住一间房间，现在关系增进，怎的反倒不能住一起了？”这问题也要问。蓝湛心中仿若燃了一簇小火苗，燃得心房越来越暖，忍不住又亲了亲魏婴的眉眼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愿意和我一起住，我很高兴。”方才还有心思调笑蓝湛，但真进了卧室，魏婴却开始紧张起来。急急忙忙洗漱完毕，魏婴就翻上了床，在床的左侧撑起一个鼓包，被子拉得高高的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卧室里只亮着夜灯，蓝湛沐浴完，便在昏黄的灯光里见到了这个一动不动的小包，心头便是一阵柔软。不确定魏婴睡着了没，蓝湛尽量放轻声音上了床，先时是平躺着，可躺了一阵，蓝湛却忍不住侧过身子，对着魏婴那一侧。他的小学弟以后又能待在他身边了，魏婴方才心里莫名紧张，便努力装作了睡着的样子，可闭着眼睛闭到眼睛干涩，都没有丝毫睡意。鼻端萦绕着淡淡的檀香型香水味，不知道是被褥的味道还是蓝湛身上的味道，却让魏婴心头雀跃，这是自己喜欢的人的味道，以后将常伴自己左右。魏婴一时心动，便装作睡梦中的不经意动作，翻了个身面向蓝湛，片刻后又不经意地向蓝湛的方向挪了挪身子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魏婴准备伸出手再次不经意地抱住蓝湛，那人却先他一步，把魏婴揽入怀里。蓝湛亲了亲魏婴的额头，轻声道：“晚安。”第二日6点，魏婴在蓝湛轻唤中起床，即便睡眼惺忪，魏婴为了给自己的男朋友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，还是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去了浴室洗漱。面颊过了水，魏婴终于清醒过来，却突然想起今天要去上班的自己似乎并没有得体的衣服可以穿。魏婴看了看时间，急急忙忙冲向楼，决定借了蓝湛的车先去买一身衣服。哪知下了楼，蓝湛身边的秦助理已经坐在沙发上了，身侧放着一个大纸袋。魏婴看了看纸袋上的 logo， 是一个顶级的奢侈品品牌。见魏婴下来，秦助理站起身来，微笑着看着睡在蓝总家的男人道：“魏助理，早上好，我是来给你送西服的，尺寸是蓝总告诉我的，但还是快试一试合不合适，若是不合适还来得及去换一套。”魏婴有些不好意思，挠挠头笑着回道：“秦前辈早上好，麻烦你一大早还过来了。”秦助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其实是托你的福，我本来要在公司加班一整夜的，可蓝总昨晚来了电话，要我去准备你的衣服，我这才早早回了家。”魏婴微张着嘴，蓝湛的助理这么辛苦啊？秦助理怕自家上司好不容易拐来的小助理被吓跑，赶忙道：“其实1个月也就加班1、2天，要说离开公司最晚到公司最早的，其实一般是蓝总自己。”这样啊。1个多小时后，魏婴和秦助理一左一右跟着蓝湛进了蓝氏总部大楼，一路间收获无数探究的目光。魏婴本身长得十分俊朗，跟在蓝副总裁身后，倒丝毫没被压了风头。3人进了电梯，电梯外的小姑娘们便开始大开脑洞。姑娘1：“哇，好帅啊，这是高冷总裁和他的妖艳小助理的现实版啊。”姑娘2：“我觉得是总裁追妻，小秘书不要跑。”出了电梯，便到了蓝湛的专有楼层，空间十分宽阔，风格十分简约。魏婴问秦助理：“秦前辈，我在哪办公啊？”秦助理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：“你跟着蓝总走便是，你的办公室可是蓝总专门布置的。”魏婴正要说什么，
进了办公室的蓝湛发现自家小助理没有跟上，已经在里面唤道：“魏婴，进来。”秦助理便拍拍魏婴的肩：“魏助理，好好干，加油。”魏婴被秦助理这话弄得莫名有一丝丝的紧张，推开了蓝湛办公室的门，想了想，弯了弯腰道：“请蓝总多多指教。”蓝湛挑眉，牵起魏婴的手往原来的茶水间带。这里已经改装成一间办公室，与蓝总同款的桌子、椅子、电脑，最显眼的便是桌上的一盆小仙人球，小小的绿绿的一团，十分可爱。魏婴惊喜道：“绿绿，是你啊！”蓝湛走到魏婴身边：“当日打碎你的仙人球，你一直没说原谅我，这算是赔礼道歉。”魏婴眨眨眼：“蓝总，上班时间可以抱你吗？”蓝湛愣了愣：“你随意。”魏婴得到了答复，便一把抱住蓝湛：“学长，对不起，你当日毕业了却没开开心心的送你。”魏婴记得，蓝湛毕业彻底搬出宿舍那日，自己撞见了蓝湛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在一起约会，再加上前几日便有蓝湛女朋友回国的传言，故而魏婴心情十分不好。蓝湛刚回宿舍收拾行李时，魏婴还能努力压抑着各种情绪，想给蓝湛好好送别。可不巧的是，一向谨慎的蓝湛那日却像是心神不定，收拾东西时一不小心便打碎了魏婴养了将近1年的小仙人球。要是在平时，碎了也就碎了，魏婴也不至于多么在意，可偏偏是那日，陶瓷碎裂声犹如压抑着魏婴思绪的膜破碎的声音，魏婴一时心头不忿，挥起一拳就向蓝湛的脸打去。蓝湛没反应过来便挨了一拳，却也没有和魏婴动手，哪知魏婴越来越疯，竟然激得清清冷冷的蓝湛也忍不住还手。两人第一次打架后，蓝湛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宿舍，魏婴则静静在床上躺了1-2个小时，最终也没有试图抢救一下地上的仙人掌，用扫帚扫了就丢进了垃圾桶。魏婴原本买了一小个蛋糕和2瓶啤酒给蓝湛送别，可却因为自己一时冲动，这些东西亦归于了垃圾桶。也是因为这事，魏婴在蓝湛毕业后的几天都没有和蓝湛联系。或许是联系具有延续性，那几日的没联系竟然演化为2年多的未联系。蓝湛回抱住魏婴，轻声道：“魏婴，我给你赔礼了，我们以后就都不分开了。既然提到了这事，又知道了自己可能误会了蓝湛2年多，魏婴也就老老实实交代道：我那日本来出去买了些吃的来庆祝学长毕业，结果回宿舍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你和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走在一起，贴得很近。在这之前又有传言说蓝家2少的女朋友从美国回来了，所以我这才会心情不好，在你回宿舍时发了脾气。